当啦，深呼吸，走读金牌农村，池上万安社区。来，讲到池上，你会想到什么？池上米，博览大道。可是你知道他改名了吗？我们今天会认识他。哦，他有个艺术节啊，池上稻穗艺术节，来听音乐，秋收的时候。没错。但是除了这些呢，池上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深呼吸，去好好的认识它，去呼吸万安的味道？来，深呼吸。池上万安，我们来了 ，Let's go。Hello， 在看我们影片吗？记得拜托第一件事情，先帮我们按赞、按喜欢，好不好？这样子的话呢，只看他们页面上面，因为演算法改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先按赞。现在，影片开始。Hello。好的，池上万安深呼吸，我们第一站来到的是木兰池上工坊，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纪元老师。欢迎大家！你们之前有玩过吗？没有。那太好了，我最喜欢教没有经验的。因为我是小学老师退休，在小学的时候，不管教任何一个科目，都会走3个方向，一个就是知识面，一个技术面，一个艺术面。我们当然不是只有蓝染而已，我也希望说你至少在知识面的部分知道它是什么植物，它是怎么来的。技术面的部分，我就会等下跟大家介绍各种不同的基本方法，扎染、假染这样子。然后当然最后的艺术面就是回归到你们的身上，你怎么去想要把它弄出自己的图案，那就按照你自己的平常的美学素养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植物，它是兰草吗？对，很聪明，它就兰草。所以以前的兰不是颜色，我们讲的蓝色是指兰草的颜色。那我们台湾早期自然的技术很厉害，后来因为化学染出来了，种植兰草的人就被打趴了啦。因为化学毕竟不分季节，而且便宜，那台湾就消失了60年之后，花莲的一个马老师才把他的技术整个找回来，然后推广。那台湾最主要有2种兰草，你们从哪边来？屏东、台东。我们都属于很喜欢阳光的，对不对？跟它的生长环境是一样，它就是木兰，木头的木，蓝色的蓝。所以为什么我这边叫木兰池上？刚好木兰也是谐音它的名称，植物的名称。那沐浴在阳光下的兰草，好棒哦！是。那北部的兰是马兰，它们的习性、长相、生活环境都不一样，染出来的颜色虽然是蓝，可是它们的是深蓝色。我们的蓝呢是就花东的天空，很清透的蓝。这个是我刚刚去采的，这是成熟的种子，它也可以染头发哦。所以就是植物染是这个染吗？植物染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植物，所以我们全部叫植物染。只是说兰草单独可以染蓝色，所以我们叫蓝染。你看蓝这个字，一大早我们把兰草采下来，底下呢是一个器皿的皿，我们把兰草采下来之后放到器皿里面，然后这边是臣子的臣，臣是以前的一个官位，一个职称，就专门负责的人拿着竹竿在器皿里面搅拌。所以蓝就是打蓝，那个那所以它本身蓝靛素在它的叶子里面，所以采它的时候都要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就要去采的。那现在阳光出来以后，行光合作用，你要去收集它蓝色的靛素就比较少。这也是他们就是尝试过很多是古人的经验传承下来的，不然不会知道说原来要在太阳之前采才有那个蓝靛素。没错，我们采下来之后让它发酵，这样发酵就像酿酒，所以它也是喝米酒跟麦芽糖。发酵完毕之后，它就会变绿色。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下去染缸的时候，染料是绿色的，可是你拿起来风一吹就变蓝色了。哇，很神奇哦！像我身上这种有深有浅，它其实都是同一缸去染的，可是为什么可以染出深浅？靠次数。所以再花30秒认识染这个字，染就是水用染液，底下是草木灰，它也是植物的意思。它要在碱性的情况之下，它才会有颜色跑出来。那旁边有一个什么酒，很好，那个酒就是很多刺。我们原住民在酿酒的时候，酿酒的人的心情要怎样？开心。对，要开心，要很美丽，要不然酒会酸掉。那我们的染缸跟这个一样，它有特殊的味道。你不要说很多给说很臭，不行。你赞美它，你的作品会变得很漂亮。我是跟花莲的复兴部落契作，然后他们就帮我种兰草，这就是兰草原来的样子。它是很蛮好闻的那等一下你的作品一定很美，本来的样子，好开心哦！
刚刚大家听到吗？就是老师还是坚持使用我们台湾东部的蓝彩。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染布喽，就是讲到技法的部分，对不对？它染布的原理其实就是透过橡皮筋啊、冰棒棍啊、木板啊，你去夹、去扭，反正透过外力去让它夹住那个布，不要让它吃到染料，它就会留白。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小学不是都会有色纸、折纸鹤啊、折东西南北啊。哦，他一脸茫然，好像应该是没有折过有东西南北，也很像剪纸太的概念。年轻了。对对对，哦，真的聪明呢。又1分了，又1分了。你还有贴纸哦。我们就随意抓，这里我们就可以绑起来了。你要一直绑到你觉得你不能绑为止啊，你松松的话，毛细现象，染料还是会跑进去。在绑的时候，每一圈都绕在不同的位置上，反正就是你不同的位置，它这一条一条都会留下来，它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这时候就是你艺术的天赋，发挥创意的时刻来没错临了。没错。第二种，你把自己当像小老鼠一样去吃东西。小老鼠吃东西有一定的方向吗？没有，没有。哎呦，不错，你了解老鼠。我是小老鼠，小老鼠抓抓抓。对，它就是要抓，你抓的越细，待会染出来的纹路就越细。那第三种，我的偶像是苏东坡。苏东坡有一道菜，懂我了。哦，很会呢，没错。它长什么样子？就是很像三层，绑橡皮筋，十字交叉。对，这个要答对了。你就橡皮筋绑一个，再绑一个，绑成十字，然后你就去染。然后另外一个也可以折好以后，用夹的角度随意。好啦，就自由发挥喽。好，因为我是小老鼠，我是用抓的。因为我很喜欢吃卤肉，所以我想试试看东坡肉。哦，很好，记得面带微笑。我都忘记了，记得要变漂亮哦。你看，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我们一般认识时尚，我们就讲到布朗大道啊、艺术节，就是来这边不是只有拍拍照，也可以来学一下这边的对传统技艺啊。不要这边人的故事是旅行深呼吸最好的方式。没错，要吸到不同的故事，然后面带微笑做每件事情。来人，我真的好开心。你是最漂亮的，我选你是漂亮的一个人。那我们等一下4个人真的打开的时候，我们脸就是要很漂亮的哦，我相信不管彼此哦。很漂亮的，啊。对啊，前进染缸 ，Let's go。你们是最漂亮的。 You are so beautiful。其实我一直心情都很愉悦的，因为我无法投入进去。已经大概30秒喽。好，就拧干到不滴水，拧干到不滴水。想要深的话，可以再。那你不是你要等到它变蓝色，做一个氧化动作了，你再下去这样。乖乖，等你变蓝色，我们再下去洗个澡澡，好不好？真的假的？你喜欢 ？Oh my god！ 那我们等一下再下去一次就好了。你知道它像什么味道吗？味道钓虾场的味道，有种鲜味啊。对啊。亮的我的染布呀，布拉布拉呀，这个歌声我也会很燥。有进步吧？未氧化前，氧化后。很美耶，你的。对，好期待要打开到底是什么样子。那老师他们这样染上去，它会褪色吗？感情会不会退？会。感情会不会退？会。但是会升华。再爱都会有不爱的时候。姐姐好像就是你知道她在就是魔女在做一个什么药的感觉。我这个是要卖的，卖什么？你那条多少？因为我现在这样做大概是6000。哦，你这个嘞，你的估价给自己的报价？我觉得是无价。哎呀，无价，还行吗？放空的同学，因为我现在做好了。我在等他们。你要等下一起猜。没错，我们要一起揭晓我们的染布到底会长怎么样子呢？来，你要跟他讲个很关键的事。你是最棒的 ，I love you， 哇！我的好漂亮，哎，我觉得你的很像天空，有在美呢。有哎，漂亮哎。老师，这是我的作品，赞！有啦，哇！它的留白的很好看哎。你的表现很美啊。你的很赞呢，哇！几何？你等一下万花筒。我压力大了吧？我先回家喽。怎么越来越美？果然是他第一个开。标靶，这个好美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好玩哦。
就是要这样深呼吸才对啊。在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它长成个，一看的时候，哇，这个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时尚湾第一站我们就开门红，开门蓝。美不美？留言底下赶快说一个美。老板讲说粉丝要吗？要不要送？好像我舍不得送，好想留。大家快点来时尚万安，把属于你自己的太空蓝带回家，来找我们的徐老师，很棒的体验。欢迎你们来到关于那来到这边池上最有名的是什么？上便当呀，米也是。那便当里面我们都知道吃在地用在地。那池上它最有名的就是米，对不对？啊，米跟水一定有个很大的关系，叫鱼米之乡嘛。所以有米就有水，有水就会有鱼呀。那个火电。那我们这边有个很棒的叫做便当鱼，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菊池式戏记，我们简称它叫小菊。以前在我们的那个田埂里面可以发现这个鱼，那这个鱼已经濒临绝种了。那它因为它的环境要无污染的水源里面才会有它，所以你是在富裕他们？对，我们在富裕跟保育它们。它是一个环境污染的一个指标，就表示这个地方它是很干净的地方。因为鱼它会有个流域，那我们这边有卑南溪流域啊，有花莲溪流域，反正有各个流域的鱼，我们都把它放进来，然后让大家来参观，然后来比对说每一种鱼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就让大家来这边看我们的关于工作室里面在做保育的工作的地方。姐当初回来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因为台北没工作，没有事啊，就是我的阿嬷年纪大了，然后想回来照顾她，所以我其实是从照顾关怀据点开始。长辈照顾多了，你会发现长辈一个一个都年纪大都走了，开始慢慢的没有，就不行，我长辈没有，所以就是要照顾小朋友，所以我真的有做客服。小朋友长大了，我就照顾哎，是这样吗？因为你讲白就是我老公啦，我老公因为他是高雄人嘛，因为他不可能陪我一起做照顾长辈，我就说那怎么办？你要跟我一起，好吧？那你照顾鱼好了，他的兴趣，也把池上这边的鱼种找回来。希望在以后的便当池上便当里面可以看到以前的人有吃过这条鱼的那个年代，因为吃一个便当就是吃一个在地的文化。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接受现在叫水保署的一个永川再生计划，然后他们的一个计划去提案，然后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生态池，让鱼可以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这边，然后等多的时候再放出去。好的，万安社区深呼吸第二站，我们来到了稻米原乡馆，欢迎我们的理事长。欢迎红哥，可以叫红哥吗？可以叫理事长，反而比较疏远一点。红哥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好，那我们来这边，我们待会就是主要吃客家碗公饭、割稻饭，然后我们还要去骑我们的单车，然后去环绕这边一圈，认识万安社区。我们待会的路上有什么必看的看点吗？其实我们万安社区最热门的那就是小生广场那个点，它有点可以俯瞰我们那个中央山脉，又是我们的那个新乌里溪的那个出口，所以那个山势这样子，你会看到远的近的这样子那种景观非常的特别。那我们赶快来去认识我们万安之美。红哥很远吗？你如果用走路的话，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对，所以它的那个地点是在我们社区的范围内。那你如果说可以在池上待1天的话，实际上走路会比骑单车更能够欣赏我们这里的美景。因为我们要深呼吸，要慢慢走，我们要深度的认识万安社区。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还是骑个车好了。今天还是为大家准备了电动车。谢谢红哥，谢谢，太贴心了。那我们就出发喽，Let's go！ 朋友们，我们就是 Let's go， 欣赏我们的美景。阿哥其实不用那么大声，对，卡住了吼。有了后面有车啦。你先走，他就不让我到。你们看旁边的美景有多美。等一下，他在办公室了，你不要大吼大叫。好，你看他就是这样，他有路有点不太顺。这个还是你先停压过，有车会很可怕。会车会很紧张。我一句话都不想讲。我现在有拿捏哦，要不要标？标，要标。很危险的，杨显。好的，经过刚刚一个非常可怕的，没有，因为我还在收拾啦。我们欢迎我们的导览员丽琪。大家好。待会呢，他就会带我们骑这个天堂大道这一条。我们不要说每次只有来就拍个照就走，我们要听这边的故事。来，深呼吸一次。
很舒服哎。对啊，刚下完雨，然后刚有太阳，所以其实是个蛮干净的空气。这些田啊，其实每一块都是不同的人家的嘛，总共的大小是175公顷，都没有电线杆的。这里一半都是你家的吧？没有，我没有在这，我没有半块哦。这条弯弯曲曲的路就是天堂路，它一开始是被摄影的爱好玩家发现的。就是你看这条路弯弯曲之后，你看开始接到山上的那个切面，好像一路就可以走进山里面。哦，对耶，那个山谷。这个弯弯曲曲啊，不是政府的人员就是画一条线，就说我就是要路长成这样，不是这样的。因为早期我们村子它站这边嘛，那如果要去到对面的话，其实很远。那走出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是一条安全的路，所以当时在规划的时候就想说，如果我地比较大，我就多让一点出来给你建路嘛。那如果地比较小，那我就可能就缩一点。所以左边右边让之后，变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一条路。这一片田里面为什么会没有电线杆呢？当时原本有人要拉车子在那边，要立40根电线杆，很破坏景观。对，然后第一个是很破坏景观，但是毕竟种的是米跟吃的有关，所以很多的农夫那时候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的米不要受到污染。后来我们就去劝说，因为这边其实是农村，那农村的人跟人之间很紧密的关系，所以劝说底下我们就阻止了这件事情。那后来我们就透过法律去保障，中间有一个区域叫做老田区文化景观，那它就是为了要让这块田最后都只能农地农用，我就是拿来种植，不能够盖房子。一望无际的满满的稻田，看了就是你知道心旷神怡。鱼米之乡就在讲这个。你猜池上种了几种米？5种、6种、7种、8种，最大宗其实大概3种。第一个就是139，再来是147的香米，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月光米。整片田有不同的绿色嘛，有深的绿色、浅的绿色，其实代表它其实是不同的米种。在池上的话，就是2期稻作，6月会收一次，10月的时候会收一次。然后所以我们会在10月的时候办一个很大的秋收艺术季。那旁边的舞台就是我们正在做搭舞台，然后这个舞台你看它其实没有搭背板，它就是靠这个景色板，它就是最美的背板。没错。然后这个农夫就是很感谢他，因为他优先把他的田收割下来，回馈他的方式就是我们会用最高的米的价格跟他买他割下来的米。哦，这是整个社区一起努力下来的成果。对，是一个完整循环。这个艺术季很容易一扫而空，票很难买。原本它是6日的2天，那我们会在礼拜5那一天特别办一场相亲场，让池上的居民可以用身份证、户籍成本去领票，然后来看这个样子的表演，共创共生。没错。那有一天我们也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面，可以吧？干嘛？可以唱歌啊，讲笑话。这是福圳跟大观里，那福圳就是我们下面这个现在目前空空的水圳。那早期因为我们的水从中央山脉那边从我们的左边来，然后我们要送到右边，一直到那边的田，然后这边就像是一个微笑曲线，这边比较低，那比较低的关系就需要有东西把水抬上来。池上最早其实是阿美族、布农族、卑南族的猎场，然后所以那时候是依靠着阿美族跟西拉雅族、平埔族群把这个土堆起来之后，这个水道就能够把水引到更远的地方。对，那现在因为目前水源头正在管制当中，所以它目前就是空空的。对，那夏天来的时候，这个风吹出来很凉。那我们往凉亭走。我们刚刚在路上的时候，有些它已经是倒下来的，那个是什么？那个叫做倒伏，就是稻子，因为它长大出水之后会有重量，所以它会弯弯的嘛。可能遇到风很大、雨很大的时候，它就会倒下来。那倒掉之后，稻子可能就会发霉，还比较湿。收割的话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多。过去前阵子可能在台风过后，它可能一块田7、8成都倒，它可能就放着，它就是直接把它打进田里面，直接去想明年的事情。就真的是看天吃饭，但是影响会很大。这边看过去，你们知道是哪里吗？那边是山。谢谢。哇，好笑到这样子。那边是鹿野，然后再加就是台东，没错。这边的话叫大观亭，然后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福圳这个高度之后，我们就盖了这个凉亭，看整个风景。这个凉亭其实是我个人私心午休的时候会来的地方。这个景点比较少人会来，也很适合就是做缓慢的运动。有些人可能会在这边做瑜伽、躺着休息啊，或者就发呆。因为它是左边的田可以看，右边的田也可以看。花莲啊，是花莲吗？所以我就是鹿野。花莲。放松发呆一下。那我先发呆咯。好。他叫你放松，最松，再松，一直要放松。
而且中间很多的小路其实都是很值得大家骑脚踏车探索的地方。可是都迷路啊？是吗？很长，可能给他地图，然后说，你就绕着路走，然后他就会说，可是我找不到，就打电话来。我们就问他，你现在迷路在哪里？他说我在田里，这边那么多的田是在哪里？然后说那你旁边有什么？有树，没有人。如果我是你，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在那边。好的，我们现在在一棵无名树，尚未取名的，因为金城武树太多人了，没错，太多人了。那它为什么改名叫凤茶树？应该这样讲，最一开始，其实这些田里面的树都是农人休息乘凉的树，大家会带便当来这边吃，其实也是靠这些树去认得哦，这左边是你的田，这个是你的田，这边不会吵架，这样子一个定位点。那后来金城武来拍长荣航空的广告之后，那棵树就变金城武树，但是他认养那棵树是10年的时间，所以之后就是不能够再用金城武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在金城武带动观光的同时，我们在做的是其实是跟客家文化有关的奉茶这件事情。当时我们的另外一位导览员邱大哥，就是他就真的在那边就是倒茶给大家喝，然后这也是客家一个蛮重要的传统。那时候我们就延续这个传统，就叫它奉茶树。所以那边的装置除了有金城武树做的石头，还有一个茶壶的装置，然后那个是拿不起来的，但这个可以拿起来。那我们4个要不要取下来？你们可以开始想这个名字，这棵树应该叫什么名字？偶树，马叔叔。马叔叔是阿美族语的胖胖的意思。哦，那很棒，这个祝福很棒。我们就是来马叔叔树，树可以长的马叔叔，而且你刚刚在一起是一模一样，对，你甚至镶进去了。我们这里凤牛奶，它的根系非常强壮哦，它的根系长得非常的强壮。好的，我们刚刚看完美丽的田园风光，那我们现在回到了稻米原乡馆。大家有没有觉得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原乡2个字？这边的话，其实是因为万安社区本身是一个客家庄，客家人他其实是从不同的地方移居过来的。那所以在这边现在住的大多数的居民，其实他的老家可能都在桃园、新竹一带。大家因为大部分都是农夫，所以是透过种稻子这件事情重新建立起地方的认同，所以我们采用了稻米原乡这4个字。那大家可以想象，这20年前就没有你看到这些所有木造的东西，是一个空的空间。那这个地方是做来用那个肥料仓库的，所以你看到上面有一些排气孔，然后有一个比人还大的门，然后它是为了让机器或是牛车进出的地方。所以这个不是私人的，不是用协会的名义向农会做承租，然后我们来作为社区对外的，有点像是旅游中心的概念。所以你在这边可以问到，你要去哪里玩，然后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所有在卖的东西其实都跟稻米有关。然后以及跟在地有关，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米的种类，大部分都来自在地的米厂，叫陈协和。就我们刚刚我们见过理事长家的，他是我们村子里面唯一一间碾米厂，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做推广。所以理事长他们做米厂这件事情，其实也连接很多在地的农民，因为他可能要协助农民烘干稻子、销售啊等等之类的。连3届的米王都从万安出去的，就有这种吃的呢之外，我们也有这种观赏用的，像这个稻穗也是我们就是晒干之后跟农民收购，但就是你就想这原本都是可以拿来卖的，但他愿意借我们拿来跟游客分享。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例如说像捶打棒，它是用稻杆跟香茅做的，它有个弹性在，不会痛，但是它是有弹性的，你可以敲敲看。怎么有点痛啊？怎么会打痛？一起试试看。好的，谢谢。是不是很舒服？好舒服哦，你敲的好舒服，谢谢杨。那除了米之外，还有一些，因为刚刚我们骑过的路上不是经过很多农民的家，他可能种了一些花花草草之类的。往后看，其实会有一些菜脯，然后或者是一些豆腐乳啊、梅精之类的。又想花钱的我，又想花钱的。2楼的话是我们的餐厅的位置，然后要吃你们的挖工饭、割稻饭。对，割稻饭。然后割稻饭就是刚刚讲，我们农夫耕作之后中间乘凉，就会送便当过去。然后当时在村子里面的做法会是，今天礼拜1我负责煮所有人的便当，那礼拜2可能就换学姐做菜。辛苦一起来劳作的对农民朋友们、家人们、家族们这样一起来帮忙的时候，阿六就煮饭给大家吃。所以我们就上楼享用完工饭。一叉叉 K 吗？是又是要回来，到底多爱绿色的？1、2、3，耶，太可爱了啦！舒缓喽。哇，它是里面一个盘子盘子哎，哇，好香哦！
真的很香哎。丽琪，我们是没有分给你的哦。对对，没有问题，你可以把它全部吃掉。甚至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可以，还是要耍漂亮。可以。哦，那我绑到脖子上面。基本上这些用的食材就是我们看当季有什么会有的主食，就是跟客家元素有关，是客家咸猪肉或是红烧肉这2种肉会选一种肉。然后手机先吃，像现在手机就是要赶快去享受我们这个风景，然后赶快吃，好享受这一切。手机先拿收起来好不好？如果你下一次让我看到你打卡一些食物跟景点的时候，我就是把你封锁。哎，你们等一下那个素材给我吧。是咖啡豆吗？哎，不是，就是我们特色的米珍珠。米珍珠，因为我刚才讲我们跟米有关的事情嘛，就是不管是导览啊，或是产品都围绕在米，所以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米珍珠。那米珍珠里面是就像是荤桂加糙米的 QQ 的口感，对，奶茶的话就是那种古早味奶茶的味道，你吃得到米的颗粒感，对不对？荤桂也很 Q 哎。然后因为它都是我们就是在地的厨工妈妈们就是手工做的，所以就是除非你真的来到道明原香馆，或是你在不同的市集遇到我们，你才喝得到。哎，那个米超酷的，就大家可以慢慢享用，享受这片风景。没错，谢谢。那我们万安，我们一早来，我们就来做蓝染，然后后来我们就去看这个整个田园风景，然后来吃一个这么美好的割稻饭，好幸福。来，我们一起来深呼吸。好，谢谢时尚万安。对，我们现在干那个白米饭。对，都已经来到这边要吃在地的，干杯！好甜的，粒粒分明有嚼劲儿，越嚼越香哎。来，我们进时尚，这个米珍珠味是吓一跳，幸福，非常的厉害。大家都说台东的土很黏，来其实不会腻是真的。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慢慢的在这个不管是社区啊，还是部落里面，或者农村里面这样好好的走过、认识过，好棒哦！谢谢。我甚至已经是不想说，因为太享受了这一切。听他们的故事啊，配着他们的平常在吃的食物，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真的，我觉得我在呼吸了。平常不去练习，平常的呼吸都很急促，但是来到这边，我试着放慢我的呼吸。哇，原来台湾有这么美的地方。而且你想，以前的农夫打开这个仓盒的那个喜悦感。我们今天一起劳动，我们一起来割稻，我们来做农作，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吃我们这个割稻饭，我们在吃我们的劳动成果。刚刚丽琪有说，他们会依照他们现在的时令，他们去搭配他们的菜，所以你可能每次来的话，你吃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那个3层肥的那个地方啊，它几乎不油腻的，它的一片可以配2口白饭。我们这个早上真的是慢慢玩，慢慢走，然后现在慢慢吃，我们不赶时间。这慢慢走，其实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落都还可以花钱。不然你真的要玩完台东的时候，2、3个月待在这边都不会腻。而且有时候是真的很感谢这些社区发展协会啊，或者是一些推广者，他们去想到用这样的方式维护现在这边的生态，或者找回以前的文化的样貌。我爱台东，我爱万安，谢谢金牌农村 ，Love you。台东呼吸练习，我们下午呢，现在来到的是电光部落。中午吃了那个非常好吃的割稻饭之后，我们下午来到电光部落，我们要来喝酒了。他们这里的甜酒酿也是很有，对，我们来准备好了，我们来找电光部落很有名的宝妈，我们来学甜酒酿。而且听说他这次有出了一款酒，叫做少女的祈祷。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甜酒酿，你好土哦！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着宝妈一起来做甜酒酿。我们一起来深呼吸，闻一下电光部落的味道跟甜酒酿的美味。可是做甜酒酿一定要穿到西装外套吗？不是，是因为我可能早上吃的有点太，因为那个啦，割稻饭。那还是说我们就是先往那个宝妈那边前进，因为真的电光太热情了。那我们去找宝妈吧 ，Let's go。你为什么这样叫那个名字？为了就是让那个在上课的时候，你要跟客人讲酒酿回去发酵的时间长短的不同的风味。少女的祈祷就是很年轻嘛，少女的愿望稍微烈一点点嘛。阿嬷一定不喜欢喝少女的祈祷，她觉得那个一点都没有味道，就要喝阿嬷的尖叫。她为什么会叫阿公也会叫？因为往上加上去就叫阿公也会笑，但通常阿公也会笑，大家不会喝到，因为那个要至少1年以上才会变这样。那你们要不就先来喝看看，然后你们告诉我你们喝起来像什么咯。可是我怕他们把它喝完哎。世上的人这是什么口味？什么口味？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少女，哎呀，这个还在少女吗？这个时间差不多已经有2-3个月了，所以少女大概是1周。但是那个少女1周的时候，它比较不稳重，就是如果那个它发酵久一点，你会觉得有一种厚重的感觉，然后喝起来是比较顺的。可能对我来说是有点太薄。对不起，还是你直接喝这个呢？没有，慢慢来，慢慢来。这个是少女在嗨耶，对已经开始那个手掌在这边这样子。你看我喝这个是你知道吗？表姐的邀约。但是真的从少女开始喝，少女嘛，哎，这个对，从少女开始喝的时候，你可以喝得出来它的纯度不同。一样。所以最猛的现在是除了阿公之外是这个吗？对，它就比较偏甜。不太一样。我喜欢阿嬷的尖叫，喝得出它的浓跟纯跟厚，反而是会让我觉得它后就顶昂那种很纯很顺的感觉，反而更香。好酒沉 on 底哦，放的久它沉的越香。不过我们部落的这个饮料啊，我还是得跟就是来的游客就是说，虽然叫少女的祈祷，马别当灵修这嘛些不豆哦，反正就算你认为它甜甜的 sweet， 但是还是要怎样适量，还是格子，对，适量。少女的祈祷就变成少女的跌倒，再跌，再跌。在我们部落啊，我们自己喝的可能就是这2趴，给长官喝的时候就这1趴，你知道为什么吗？会有补助。这个哇，很好喝。它是烈还是甜呢？它有一点点就像梅酒，如果它冰冰的更好喝。美酒，对，哪个我觉得就是少女的祈祷了。我爱你妹妹爱到底，我爱你妹妹爱到底，真的。你姐姐我也很欢喜，你妈妈勉强还可以。如果有那个阿祖，我也是很欢喜。你阿公把它拿出来，没有，你阿公把它拿回去。来喝看看阿公好了，我们先闻。甜美啊，哇，有那个直接上来了，是香的哦。仿佛看到阿公的沉稳，可是又放荡不羁的感觉。你确定？你可以分给同学。我没有要分给他们，不好意思。来，干杯！我现在先来深呼吸，台东的深呼吸练习。这个是时间真的很久了，有没有像那个绍兴的味道？这个啊，我喝不到，因为等不到这个时候。喝完了，对，就没有办法放到这个时候。它加梅子应该很好喝。大家如果因为这个影片呢来电观部找宝妈的话，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因为它不会再拿出来了。不是你想哦，我如果要把这一缸留到这个时候，我就要放至少1年嘛。我如果一直拿出来，它就没有1年了，因为已经喝完了。我们的酿酒课，那接下来其实不难了，只要有这颗酒曲，这是最重要的。它是一个果实吗？还是药草跟那个吃饭的米蓬拿米磨成粉，做成汤圆状。接下来只要把这个酒曲磨成粉，撒在我们煮好的米饭上面，让它们发生关系之后，就会产生少女的祈祷。要不要给洋洋试看看他第一次好，这是神奇的魔法粉，有喝有差哦。今天学完，我就是要回家做了。为什么那么大声？因为阿公刚刚叫我大声。你看，像现在部落大家都说就是人口外移，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在部落里面就没有就业机会。可是这些文化留下来的一些传统技艺，游客进来这里，我跟他分享在地文化，成为我留在部落生活的怎么讲经济来源，就是说它变成一个产业。如果可以把文化跟产业结合的时候，那是不是好像都可以留住青年人在部落里面做事情，就不会觉得说我一定都要远走他乡。所以像你们介绍每个部落也是增加曝光度，让更多人认识每个部落，这也是你们的不同的方式。请问一下老师，我这个粉要很细吗？啊，对，可以的。好，然后你就平均的把它撒在它上面。这个时候因为翻不动嘛哈，所以就需要水，你就让它可以松开。待会儿就融合完毕之后，就放到玻璃瓶子里面静置3天以后，它大概就会出酒了，对不对？3天就可以了。3天你就会看到有液体，但它可能还不是酒。你觉得你比较喜欢是喝少女的祈祷甜甜的，那你就可以把它锁盖子放到冰箱冻龄哈，它就会是少女的祈祷，一直维持在你想要的风味。但如果你想烈一点，你就一样锁盖子，但是常温放着，在常温。对。
对，慢慢的酝酿。其实3天出酒之后，原则到5天到1周就可以喝了。等级。甜酒酿跟小米酒的差别在哪？对啊，你问得很好，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种小米啊，中央山脉那边跟南回才有种小米，我们这边没有种小米，所以我们种的是稻米啊、糯米啊，所以我们会用糯米或者稻米来酿。但大家都以为部落喝的酒都是小米酒，但其实不是。大家知道了吗？不是每个部落都是小米酒。因为小米相对下来，它栽种比较辛苦，比较不易一点。因为时代的变迁，我们因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先吃饱，所以我们就想说先种植我们的稻米，所以我们会慢慢的发展说，那我们就酿子。我们在推动酒酿文化的时候，除了当然认识植物啊，怎么制作酒曲啊，怎么制作酒酿以外，更多时候其实是要分享以前传统的饮酒文化。家里有客人，或者是有工作要换工，就是今天你来我家工作，明天我去你家工作，完工之后才有这个一锅的东西可以喝嘛，因为要请，或者是我们上山要祭祀的时候，带一点酒上去跟祖灵打招呼嘛，其实是有特定的时候才有在饮酒，对，或者是分享给左邻右舍好朋友的时候才有在饮酒。一定要糯米，白饭也可以。白饭可以，只是白饭它的淀粉值会比较高的米。日本人做清酒的话，他们肯定是会找那个里面的淀粉比较高的，因为通常他们会是把外面都磨掉，剩下里面那个白白的那个拿那个来做酒，所以其实白饭也是可以，只是风味就不一样。我们现在跟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作品。虽然说是我们自己装，但是刚刚办的是瑞莎，一切的成败都在瑞莎身上。我们到时候成功，我们会尝一下到底是不是你的错。我们现在就要去解密宝妈的草药园。对，头目的草药园。好。这也是其中一个叫山树樱，然后因为它会开白色像星星的花，所以那个阿美族语它叫星星。这些植物它都是有时间性的，像这个它现在就比较倾向于它要休息的时候了。你们可以摸摸看，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我看有没有人会闻出来它像什么？八角。哎，答对，所以它叫水八角。可是水八角是它的一个俗名啊，因为它的味道像八角，它叫大叶田香草，它一定要长在那个干净的泉水。这个叫鸡母珠，大部分的人知道鸡母珠有毒，是它的那个豆荚，它那个花完毕之后会长一个像豆荚里面的红色、黑色的种子，那个有毒。但我们都是取它的叶子，这个叶子可以吃吃看，吃起来有一点像甘草。这叶子，对，它到最后会有点苦苦的感觉。有解酒感吗？解酒感，直接，所以我还可以回去再喝。隔壁那个叫小黄菊，过去一点你看到很多的那个蝴蝶的那个也是哦，山泽兰。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会采了，还没有开花之前，所以我们做酒曲是有时间的。植物长得最好的时候大概在6月底7月初，顶多在8月会把酒曲做完。这个我一定要叫你们吃了，这个叫过山香，你们可以吃看看它有什么味道。你们有吃槟榔吗？没有。槟榔叶。如果没有吃槟榔的人，我倒是会觉得，我觉得比较像沙士糖。它的香味会让你嘴巴里面炸开，哎，对，所以它叫过山香。然后另外一个大蜂草，那边那个叶子叫大蜂草。大蜂草是那个以前部落妇女生宝宝的时候煮一煮拿来洗澡的叶子，以前传统会拿来做够筋骨啦。好，我们酿完我们的甜酒酿，也认识我们的草药了。妈妈好像要准备礼物要给我们。哇！少女的祈祷，谢谢宝妈，不客气不客气。他把整个味道固定下来，8%的酒，然后请了我们的酒厂去做出来的，对，所以大家其实以后呢也是可以订购得到电光部落的味道，是不是？对，都是今天热腾腾出炉的包装跟酒。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支持电光部落跟支持宝妈的少女的祈祷，因为我们希望以后可以喝到阿公阿嬷的，也可以来出品。谢谢宝妈，谢谢。那你们等一下叫什么名字？如果你们自己酿好的，我要叫阿都也疯狂。我决定出刚刚那首歌，我爱你妹妹爱到底。已经是出歌了，传承我们传统技艺，然后一直到真的有商品这样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认识它，订购的时候拿到的时候真的蛮感动的。电光深呼吸，谢谢宝妈，谢谢。
好，电光深呼吸，我们来到日出合作哦。我们的老板黄汉，大家好。他非常特别哦，他是农业系毕业的，也是算返乡青年。他平常呢有种植稻米，然后还要在开咖啡厅。今天我们来品尝他做的咖啡，好像有手做一个调饮，对不对？对。而且你家很漂亮哎。好，新房子啊。结婚了？对，3个小孩。下一站。那我们就是先从咖啡的部分开始好。我们一进来电光看到的产业都是什么？种稻。对，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电光其实次要产业是咖啡。那我们当年在回来的时候，因为做部落的导览啊，跟着长辈学习嘛，知道说电光其实有非常悠久的咖啡历史。这几年因为农友他们在种咖啡，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把这些优质的产品具有环境教育意义的一个农产推广出去，所以我们就自己开了咖啡厅。那今天就是会先让大家喝到原味的电光咖啡，这都是在本地用有机栽培的方式做管理。咖啡，然后就会想到配什么？酒，美酒配咖啡哦。电光这边刚才你们体验到的是甜酒酿，没错，所以我们就会用甜酒酿去搭配电光的咖啡。哇！对，我们这边的咖啡是比较带坚果香气，闻起来会有那个烤杏仁跟烤花生的味道。等一下喝咖啡的时候，它会有一点那个黑糖的甜味。它有坚果的风味，但它算是中培嘛？主要是跟它豆子本质有关系，因为电光的栽培环境是属于中低海拔，豆子的质量密度比较低，甜味或者是它的果香味比较不会这么明显，它就会是在坚果调啊，喝起来有点像在喝普洱乌龙的感觉。哇，好期待！那我们当初回来，其实做农只是一个手段啊。可能长辈们跟我们讲说，留在台东没有出路，然后没有前途。所以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啊，亲戚跟家人都说你在外面怎么了？你们在外面过不好。可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喜欢台东的环境，所以就想要留在家乡。文化是长在土地上的嘛，离开这个地方，那个文化的解释就会基础会变得很薄弱。我有看介绍说什么这边是零碳咖啡，零碳的意思是什么？从生产到废弃物的过程，把所有的那个碳排量计算，然后得出一个数值之后，透过销售的额外的盈余去购买碳权做抵消。哇，就是很像学生时期的功过相抵。那人类对环境的抵消，就是你要把温室气体做固定。他寻找的不只是跟电光土地的连接，他还是爱这个整个地球这个环境。有一个很甜甜的那个味道从嘴巴上，可能香气在里面。美酒加咖啡。原来，我就想说这个杯子是要什么时候用？这个也是你自己酿的？这个是宝妈酿的。好开心哦！好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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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谢谢台东县政府，谢谢这个呼吸练习，台东深呼吸金牌农村这个走读，我大推这个行程，我大推特推，好不好？每一个人每一个点，我目前来讲，我都是流连忘返。先敬一下那个祖灵啊，敬天敬地，来敬祖先，谢谢，谢谢，好嘞，谢谢。甜苦甜苦，这样子蹦出新滋味，很好喝，是不是？因为你前面先入口，你先喝到咖啡，然后一点带酸，然后到后面它那个甜会出来，就有酒精，它在你的口中挥发，它整个在你的口腔里面迸发。我们像在吃百前料理，是无菜单料理。配着酒吃的时候啊，那个因为酒精的乙醇会去软化肉的油脂，油脂会在那个瞬间释放出香气，在跟瘦肉的部分做咀嚼的时候，会有一些筋骨的味道释放出来。那我这样洗脑，然后这样放上那个饭，加起来翻倍卖。哇，我好享受。其实像鸡排也是400哦。哇，你这样讲，黄汉要卖了哦。还是一个 set。我突然间掌握了财富密码。因为我真的很少吃喜酪，它喜酪真的是不会很咸的，炙烧之后又会不太一样。然后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不会像以前就是没有比例的制作，我们会抓一个基本的配比。重骨的做法是在2次发酵的时候会先添加熟糯米饭，跟海鲜不一样，不一样。海鲜的话就是有的有，有的没有。我们之前去做田调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像都兰跟南竹湖就有加甜酒酿，也有的做法是只用盐巴做1次脱水跟2次发酵，所以它吃起来就不是
是不会带酸味，可是它的肉的本身的腥味会比较重，就是让大家去从西餐的角度重新再认识自己的文化。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在看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啊，长辈也自己也都会说这个东西怎么可以带出国，这谁要吃？可是当我们把它带去国外的时候，跟国际友人做交流，他们会说原来台湾就有这么高级的熟成肉。回来台湾的时候，大家对它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态度，就是咦，或者是啊原住民的哦，文化的东西其实是要好好的去讲解，而不是说啊原住民就是这样的啦，啊我们就是啊以前就是这样吃，可是这样人家不会懂。你要讲到他能感同身受，然后你要讲到这个东西他会觉得是有价值的，而不是它只是以前餐桌上的一个随便的料理。有些客人他们对于咖啡的后制会比较好奇啦，因为不是每一个家庭他都可以体验到自家烘焙，所以我们其实就会用比较简单的器材，家里一定会有瓦斯炉，然后上网买一个手网，准备生豆。那经过焙烤之后呢，它就可以变成这个咖啡熟豆。那这个体验的话，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哦，其实咖啡烘焙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困难。喝咖啡，学怎么烘焙咖啡豆，找黄汉聊天。对，如果他喜欢你的话，他就会端很多东西给你吃。那个就要看个人造化，所以就是先来就对了。先来到定湾部落找黄汉，日出合作。好，谢谢各位。欢迎光临宝妈食堂，我是小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太丰盛了，谢谢你。客气欢迎你们来。刚刚前面已经跟大家说了，那个酒糟猪脚怎么样？一定要吃，不然我们就先从酒糟猪脚开始介绍。好啊，酒酿猪脚那是我们的招牌菜。我们其实餐桌上是结合在地的食材跟文化下去做研发的料理。酒酿猪脚呢，就是用糯米酒喝完酒后，我们就不浪费，我们拿来卤肉。酒酿是保有活菌的状态，其实它卤的时间不用太长，又可以软化肉质，那又带有自然的甜味。一样的，有够香，卤的有够里面。哇，真的没有变。这一道猪脚其实也是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回奶奶家，奶奶一定桌上都会有。你知道什么叫做新鲜的卤肉？就是它的肉跟皮，它是一咬它就是嫩，它就是会化开的。你看，真的很好，没有变呢，没有一样的味道哎。上次来是2年前，好好吃。怎么样？好好吃。这要特别预定吗？原则上桌菜我们一定会有。就来电光，看我们刚刚这样喝咖啡，喝完之后就来怎么样吃晚餐。我甚至想拿第2块了。说请放下。竹子，喜酪炙烧寿司。对，炙烧饭团。下面的米是我们自己种的有机香米，上面我们是用盐巴跟米下去自然熟成的腌肉，然后有一个小吃法，就是配上我们自己做的味噌辣椒酱。好嘞。里面黑黑的那个是酱瓜。来，进宝妈厨房，进小梦。一个字，搭不搭？搭死了，屌死了！哎，配上那个真的香味很棒哎！电光宝妈食堂爱小梦，谢谢你 ，love you。这是我们在外面吃不到的吃法。我们刚有吃肉了，我们有吃饭团的，那这个是怎么吃？因为阿美族有名的是10菜1汤，那我当初在研发餐桌就有想过说，如果我们煮那个10菜1汤，可能一大锅上来会认不得谁是谁，就转换方式让客人自己穿烫。所以我今天准备3种菜都是早上去长辈的菜园采的，最新鲜的。对，就是让客人自己穿烫，然后搭配桌上应对的酱料。那他在穿烫的过程，我们来跟小梦聊个天好。你是返乡青年吗？不是，我是高雄人，我是因为我男朋友在这边，然后来玩过之后就很喜欢电光，黏住了，被电到。对，我已经来7年了。哦，当初刚好遇到一个工作的转换期，那我其实来电光，我没有设定我自己要做什么，那刚好因缘际会下过来有一个关怀据点厨工的工作，我就是平常帮长辈备餐，越备餐就越觉得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域，让来到这边的客人吃到在地料理，再开始研发料理这样子。
其实我刚过来，我也不会煮菜，只是觉得接了这份厨工的工作，先让自己有一份薪水。那当初也觉得应该煮家常菜不困难，殊不知我刚开始来是服务客家长辈，客家妈妈们都超级会煮菜，他们很挑嘴。对，所以我刚开始来就小被调教了一番，调教到说我都觉得为什么每一天上班都要被刁难。我当初是觉得我被刁难，就是可能阿妈会说你这个葱蛋，你为什么炒葱蛋？我们自己不是有腌菜包？然后隔天我想说炒菜包呢，他会说你为什么没有先爆香？就是每一天我都很怕他们开厨房的门但就是自己转念，因为毕竟自己不会煮嘛，所以就变成说可能我先问他们想吃什么，隔一天我请他们教我怎么煮，就是这样自己慢慢累积，慢慢学。你知道做菜真的就是因为大家的口味都不同，一定会经历过那个转捩点，就是被刁难的时候。你知道被骂过、被念过之后，厨艺直接翻倍增长。用料理学习当地的文化。对，加菜啦。这样子是熟了吗？熟了吧？菜其实就好了。然后我想要加这个酱，这边有蒜头酱油跟辣椒酱，自己私心觉得它淋猪脚的卤汁也很好吃。哎呦，没事啊。那我想要卤汁。好，好香哦，那个酱油辣椒啊。卤汁很搭那个蒜头辣椒就是水饺的绝配，对，很好吃。那这个烤鱼呢，就是好像是瑞莎斯星欧的。这个烤鱼我其实没有烤过很多次，然后因为我采不到刺葱，所以我今天是用比较台式的烤法，我里面是放9层塔跟蒜头跟姜。哦，有吃就是100分了。这个就是一定是要过来的，谢谢。好了，你的量大概是哪有这样子的？这里有鸡心辣椒哦，也有胡椒盐哦。如何？那我这边就是一口下去好了。One shot 嘛，又要 one shot 了。梦 ，I love you， 爱不爱？梦不梦？梦，点，烤不烤？好。那我们这个主厨是一个梦主厨，他今天来一个烤鱼，你觉得怎么样呢？烤不烤？烤。鱼不鱼？鱼。搭不搭？搭。你可以吃到它鱼肉的甜味，然后咸味刚刚好。我刚刚吃的原，我完全没有加任何的酱，我在讲话的时候。我说，因为我其实没有加任何的酱料，你可以吃到那个鱼的鲜味。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想说，先搭一个最原味的鲜。那我们在吃鱼的同时呢，我们请我们的孟大厨来教这个感觉是西餐厅里面才会出现的东西对，我们的烤鸡是比较美式的烤法，那一样进烤箱，先烤再焖，外面把它焖熟，所以它就是软嫩的状态。那里面一样是塞蒜头跟葱，搭配上长辈葱的地瓜、马铃薯。因为我老板很爱吃鸡翅，于是我就给他这个鸡翅。哇，是鸡腿！对，谁要鸡腿？我可以用哦。你就拿去。谢谢妈。而且我看他剪的时候，那个汁是直接爆出所以我们游客就可以预约这个，就是我们5位以上就是做主菜，对，那一样是会给一只鸡。有别于我们平常以前我们可能去到原住民部落的他们所谓的风味餐，它是用更现代的方式去结合这边的食材跟料理方式，去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会更符合我们现在的口味，但是不失去我们原住民的精神。农村时令料理，金牌农村，金牌梦。他的有点脱骨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在做梦？做梦。有贡献了，谢谢你。那一锅汤炖了4个小时。哇！今天是炖莲藕，汤的基底是用排骨、鸡脚、洋葱跟蒜头。米师最爱的鸡脚，各位观众要不要来？要，还是你们已经在发动了？要先预约哦。资讯栏好吗？我们资讯栏都有连结，可以报名来参加。来，爱巴里古天来怎么样？满满的胶原蛋白这锅汤，喝起来没有太多的调味，食材本身的甜味，炖久了那个排骨也会有一些甜味出来。你看，一夹就烂，多炖4个小时。你甚至是只要用吸，它就脱了小妈。哇，
哇，那个嘴哇，好会吸哦，吸之嘴，人间 Dyson， 梦之呼吸。你看，因为他准备了很多肉食料理，可能味道比较重的，他还有准备沙拉。沙拉是罗曼，是我们自己种的，要搭配罗曼，我也不想它太无聊，所以我就做成了一个咸水鸡沙拉的概念。咸水鸡沙拉，那我就要搭配旁边那个酱，旁边是芝麻酱，也是自己打的。这一道沙拉当中，我唯一有调味的就是鸡肉，那我是用带皮的鸡腿肉。咸水鸡沙拉，其实我觉得一个目前活到30几年，我觉得很厉害的发明。最后一道是上次帮长辈上课，我们妇科因为有麦当劳美式版电光的麦当劳，我们就用水莲取代马铃薯，然后下去用天妇罗的方式下去炸。旁边那一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梅子酱，其实就是糖醋酱的概念，搭配一起吃很解腻。讲真的，不要那种哇，好，那个声音好脆，真的很像是在吃麦当劳了，因为这个很像那个糖醋酱，然后你又说那种脆脆的感觉。其实我是第一次吃炸水莲，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过。哦，真的吗？你吃那个酱，你就吓到。有一些炸它会那个油耗，可是它没有，甜哦，它是很清脆，好甜哦。因为它应该是用新鲜的油去炸，再次强调都是新鲜的、有现采的跟在地的食材，所以就给你们一个最满满的诚意。谢谢梦姐，客气，谢谢你们来，好开心。好的，第一天的台东呼吸练习，深呼吸走读金牌农村。我们第一天，我们今天去哪里？我们去了时尚万安，然后还有我们电光部落。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非常非常充实，而且我好久没有就是我的嘴角下不来，我好开心哦！太开心！今天的行程完全就是为我们而生的。因为我们今天做了很多事，像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有骑协力车，我们去看整个池上万安的社区，非常非常漂亮。然后我们今天还做了这个甜酒酿，跟电光部落的宝妈学做甜酒酿，而且我们还拿到了宝妈最新的热腾腾的出炉的商品——少女的祈祷糯米酒。不止这个，其实我们池上万安社区呢，他们还有推出他们的米浆哦，都是这一次的金牌农村的产品。所以我们刚刚以上提到的这些金牌农村的产品呢，在11月14号到11月17号会在台北的食品展亮相哦。没有错，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跟我们一样的游程的话呢，我们的资讯栏都有写。台东的呼吸练习，深呼吸走读金牌农村，今天只是第一天，我们明天还要再去走鹿野永安这个地方，再次的呼吸。而且听说明天会有什么溯溪，可以玩水吗？对，跟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深呼吸不一样的台东的味道。我们要来看一下他们在背后有什么故事。太期待了！我们先试一次，明天见。明天见，下一集见。我先试一下啊！我要买酒曲啦！啊，对，宝妈，走，拜拜，拜拜。我跟你说，我真心要跟你们推荐就是这个红糟猪。你刚说的，你说可以配一锅饭，但是我相信杨胜姐的眼睛跟我看到东西是一样的。那边是希腊寿司，而且甚至旁边一整只的，而且一整只的鱼是小梦昨天晚上看到我发现的，因为我想吃烤鱼。不好意思，不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多掉好不好？是不是？对，广告会剪掉啊。